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的《热烈》和《长空之王》开始免费观看，诚意满满。王一博2023年的3部影片都在上映，票房稳定在8、9亿到10个亿之间，而《热烈》还在上映，但排片量明显低于其他影片。在不少影评人看来，这部影片的票房应该和另外2部影片持平。对于一个菜鸟来说，王一博能拿到这样的成绩已经很好了，特别是谍战、军事、体育等类型的影片，都是比较偏门的，但跟其他影片的20-30分、40分相比起来，他的表现就比较一般了，甚至让一些观众都失去了对王一博的好感。但现在，所有人都被《长空之王》的宣传给惊呆了。一部电影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他们看到《热烈》这部影片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是拿着自己的学生证去看的。他们突然意识到，《热烈》现在还在放映中，为什么要去看一场这样的影片？《长空之王》被送到了更多的地方，在文化中心的屏幕上，在学校的屏幕上，在小区的广场上，在农村的村委会里，《长空之王》被送到了更多的地方。所有没有购买门票的人都被送到了更多的地方，不分男女老幼。《长空之王》将以公益片的方式，把好片带到农村去，充实农村大众的文化生活，把好片这一理念发挥到最大，也是最大的传播和弘扬。热烈是向所有的学生开放的，虽然他的目标观众是青少年，但制片公司并没有从青少年身上赚钱，因为青少年正是青春的时候，用他们的热情来吸引青少年，对电影的票房也有很大的帮助。但是一部运动片横扫暑假惊叹号大逆转，小众星火燎原，镜头下的激情与真诚，还有那一段我是你的同学，请你给我加油。长空之王在国内上千个县城和县城里全部都是免费播出的，而且是国家规定要面向农村地区的民众。热烈向国内所有的小朋友发出了免费的邀请函，让那些不想买门票的小朋友也能体会到他们这个年龄该有的热情。一部电影不能光看着一堆数据，更要传达一些东西，不是说教，也不是讲课，更要让观众们自己去感受。电影注重的是知名度，而粉丝则注重的是为什么电影的票房不如其他电影，这也太小气了吧。不得不承认，票房对一个演员很重要，但是狭隘就是因为观众只会把自己的兴趣放在第一位，而不会把自己的兴趣放在第一位。就像王一博这个人一样，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去欣赏，否则你根本就看不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所以你不能总是被那些排名和数据所干扰。热烈和长空之王都是一部以使命为主题的电影，一部是中国空军的搭档，一部是为亚运会而拍摄的。这可不是一部简单的电影。王一博参加这部电影并不是为了挽救那些军事和运动电影的票房，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，一个会喝酒的人竟然是一个会唱歌的人。忽然之间，大家都像是丁雷一样，在要名要利的情况下，忘记了自己最爱的东西，只关心自己的成绩。而王一博，他的这部戏也终于要实现他的目标了。